跟他认识的时候，我年龄已经不小了，一开始相互接触感觉还不错，就想结婚生活。很快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就着手准备扯证结婚。我们两个在性格方面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，他总是找出各种理由跟我吵架，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结婚证一直没领。他一点都不像个男人，什么事都不让着我，什么事都跟我吵，包括我怀孕的时候一样不让着我。生完小孩以后，对我和孩子都不管不问，让我特别生气。他就是脾气特别大，动不动就发火，怎么劝都没用，最后连孩子都不管了，跑回了娘家。从我回了娘家以后，他们家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表示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小片看的就让人揪心啊！没有结婚，但是已经有了孩子，两个人的情感到底何去何从呢？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阿斌33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自营店主；女嘉宾小倩30岁，同样来自湖南，现在无业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布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愿意。愿意。阿斌33岁是吧？对。男孩女孩？女孩。孩子多大？1岁多一点点。你们大概谈了多久的恋爱？你有孩子的？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也是通过上网认识的。其实我们认识只有2、3个月，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本身自我年龄也不小了，当时相互感觉还可以，然后我们就商讨了这个结婚的事情。但是我们毕竟认识的时间当时不是特别长，所以这事情就拉着了，没有结婚。但是我已经怀孕了，而且我也年龄不小了。后来我把我怀孕的事情也跟他父母说了，他父母也同意让我们结婚。但是你一直跟我吵，一直跟我吵。我哪里跟你吵？我怀孕前2个月的时候，孕吐现象非常厉害，有时候要求你跟我煮一碗小粥或者下个面条，你给我做过吗？你一天到晚做你自己的饭菜，然后那种菜都是放很多辣椒的，我根本就吃不来，身体不舒服，然后我吃的也不舒服。我跟你吵，你可以体谅我一下啊。别人都生孩子，就你娇贵，就只是你说我娇贵好吗？你怀孕期间他对你好吗？他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的话，一有时间绝对是坐在电脑旁边看电脑、上网、玩游戏，而且还跟好多那种小女生有暧昧，叫别人老婆、亲爱的。我那只是一个网络的游戏，虚拟的东西。你说是虚拟的，那你跟我闺蜜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那时候因为我生孩子之前，伙伴还没过来嘛，我们2个一起，然后天天总是吵架。我有时候心情不好，就会找我的闺蜜来陪我聊聊天、解解闷什么的。晚上有时候晚了，一个女孩子回家肯定不安全，我有时候就叫她送她回去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她说什么打扰她去玩游戏什么的，她根本不情愿。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们2个在我面前有说有笑，而且还不用我主动说要她送她回去，他们2个就是一起出去的话，1、2个小时。然后我有一次看他的手机记录，他们每天都有通话，而且半个小时以上。你跟我都没有那么多话说好吗？我那个时候不是说跟他一起合伙搞点小生意吗？搞生意，她是我的闺蜜，为什么会不跟我说，跟你说呢？你怀孕了不？后来我跟我朋友大吵一架，绝交了。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因为我也确实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真的有很多事情我都忍了。也就是说，在你孕期的时候，他对你其实没什么照顾。对，还有那一次快10个月的样子吧。我挺着个大肚子的陪他跟他朋友一起去吃饭喝酒，已经到了晚上10点多钟了，我真的太累了。我跟他说我想回家休息，你怎么说的？你说要我一个人回去，那你放心吗？我一个人挺着这么大肚子，你放心吗？不是，我跟我朋友多长时间没见面了，你动不动就挤眉弄眼一样，就我没面子啊。你面子重要还是我重要啊？而且就是因为我摔了一下盘子，你就提着我往外面推吗？结果不还是没事？没事，万一有事我是1尸2命好吗？从我怀孕到我生产。你陪我做过1次产检吗？陪我散过1次步吗？你确实没陪她做过产检？没有。确实在她孕期的时候，你没陪她散过步？没有。那你干嘛还非要跟她在一起啊？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孩子了嘛。你怀孕期间是住在他们家吗？对。跟她父母的关系好吗？生完孩子以后，她妈妈才过来的。但是现在出现什么问题？就是带孩子过程当中，我跟孩子买尿不湿，喝什么奶粉，吃什么辅食。然后现在买什么衣服，有时候吃水果什么东西，他妈妈总是念叨我说我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带个孩子总是花钱，他儿子就辛辛苦苦赚钱，但是我妈这边也是为我们考虑不，但是他是为我们考虑，难道我就不是为我孩子好吗？我是想让孩子吃好点穿好点，这有错吗？
小片里说你现在已经回娘家了是吧？对，没带孩子一起走。没有带，原因也是因为想让他知道一下带孩子有多么不容易。嗯我那天真的是太气愤了。本来那天晚上我就有一点发烧，身体不舒服，然后睡在床上面，我孩子有点吵嘛，我心里在想看他可不可以起来，然后逗弄一下小孩，结果听到他在那里大叫，一天到晚只会哭，哭什么哭啊？然后我就跳起来跟他理论，孩子这么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你对他这么凶干嘛？然后他就对我吵，说我一天到晚在家里带孩子还带不好，一气愤之下我就走了，我回娘家了。我心里在想，你也去带一下孩子，看容易还是不容易？你现在到娘家有多久了？2个多月了。想孩子吗？想，其实我回到家2个星期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给他了，问他孩子怎么样，然后我说你过来接我吧，要不然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你怎么走的，怎么回？当时我也是在气头上嘛。现在孩子谁带啊？主要是我妈带。你未来想怎么打算呢？因为我也自由惯了，现在一下子要面对这种家庭的责任感，做父亲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现在没打算，还想跟他结婚吗？今天我来，我也很纠结，这个事情。啊，我们假设你们分开了，孩子你希望谁带？我带也可以。你带得了吗？你会跟他洗澡吗？你会跟他换尿不湿吗？你知道他一个晚上还要吃奶粉吃几次吗？这我妈她知道。哦，你不带是吧？你妈吗？带啊。你妈现在身体不好好吗？可以带多久？假如分开的话，孩子你带吗？我会带。你能接受得了分开的现实吗？尽量吧，因为我还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嘛。完整吗？现在？完整过吗？实在不行，我会自己的。好，你考虑过分开怎么分吗？也没有想这么多。这个问题还没考虑。就是对你来说，既不知道应该在一起怎么办，也不知道分开以后怎么办，是吧？你现在真实的心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一下子就感觉这身上的压力大了，责任大了，所以我现在我自己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干。哎呀，很多话说，不说了，留给老师们说吧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们的爱情，我觉得不用多说，2、3个月根本就不了解呢，把女儿不负责任的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这段感情我不称之为爱情，我就不说了，我只是说面对女儿有一个细节，说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孩子哭闹半夜把你吵醒了，你还推了自己孩子2把。对，你居然下得去手啊，兄弟！你面对自己的襁褓中的孩子说你哭什么哭，你吵到我睡不好觉，你还是人吗？对吧？大家都说虎毒不食子，动物都知道保护自己的下一代，这是动物的本性，都不算人性。你怎么连这点动物本性都没有呢？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不管是在一起还是说分开，都对这个孩子得负责。看现在这个态度，这哥们儿是不想要这孩子，我也可以带，那就是不想要喽。不想要有一点，每个月的抚养费你能保证按时给吗？这个可以。你知道吗？你是要承担的，一直到他成年。我现在有点怀疑你到时候会赖账。我觉得咱们站在面前这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男人，极其这个在没有什么爱情的情况下怀了孕，本身这个就不对。现在对于这个年轻人在一起同居啊，我是很有看法。让我从心里说，我是不同意的。本身就不具备这个条件，怎么就能让这个自己怀了孕？怎么就能生下来就给孩子一个不完整的家？这是很不负责任的。这个男人有了孩子，一点担当都没有。对这个女人怀孕的时候，只做你爱吃的辣的，多么自私啊！哎，就这样的男人你就能爱，我都觉得很奇怪。而且我还要说一句，这个男孩子啊，你在有爱人了、有孩子的情况下，还能上网去跟那些小姑娘们聊天儿，你还能跟人家的闺蜜在这儿扯来扯去，说明你生活作风有问题，孩子，你自己想想，真的。他何止是生活作风有问题，他是做人有问题。我真是无语了，我第一次无语，我觉得跟他说什么呢？
我觉得今天你们俩站在这儿啊，不是谈爱情，是谈一场事故。事故之后，我们应该从中反省什么，并且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故造成的伤害减到最小。女孩多跟你说几句哈，你的错误非常严重，你错在还不了解这个人的时候太轻率了，你更错在你了解了这个人，你还这么轻贱自己，还抱着什么幻想说要跟他再组合成家庭？要真是想让这个伤害、事故的伤害减到最低的话，你必须做2件事情。第一，必须跟他断绝来往，因为他带给你只有伤害。第二，把孩子接过来，迅速的让自己独立起来，去找一份工作，有能力去爱自己的孩子。你把孩子交给他，你放心吗？把孩子交给他，让他尝一尝带孩子的苦，你那是让孩子吃苦呢，他一样不带。你太糊涂了，赶紧离开他。还有，别忘了抚养费，签协议，写下来，写下来之后按时给人家钱，就这么着吧。女生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认为怀了孕对方就能对你怎么样了。跟更多的朋友说啊，存你这种幻想的女生说，不会怎么样，不爱还是不爱。所以不要轻易的以身相许，更不要拿一个新的生命作为一场爱情或者情感的赌注。下面涂老师的话可能会很重，请做好心理准备。来，涂老师。我的话不会重了，我还能怎么重呢？如果一个人要是不支持，我说什么也是没用的，我也不可能把你吊起来打。女方哭给谁看呢？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做出来的。男生一上场第一句话就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下马威。当你在哭诉着说，当我在怀孕的时候你那么不照顾我，男生说了一句，那么多女人不都这样生的吗？你怎么就那么金贵呢？他内心深处就是在说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不就生个孩子吗？我让你生了吗？我让你住到我们家来了吗？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，所以生个孩子，我干嘛要照顾你呢？我说了我要照顾你吗？我说过我爱你吗？我从来没有说过啊，是你一心赖着我的呀。所以他能摇着脑袋抖着腿的时候，用这么轻蔑的让斜着你看着你的眼光说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？别人都这么生。我就特别不明白，就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，2个生命加在一块儿，居然不能引起这个男人稍稍的一点点触动。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就活生生的2个人在你面前晃，一个在哭，一个在跟你吵，就2个人都在你天天晃，你居然引不起你一丝怜惜和一丝注意。而且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，居然有2个女人，现在是3个，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3个女人，还迟迟的赖在你身边不走。一个是你的老妈，一个是这个愚蠢的女人，还有一个是你的女儿。这3个女人在你身边，难道不能够引起你一点点的责任感吗？比如说，给母亲尽尽孝，不要让她这么大年纪还给你带孩子。一个女人不管她怎么跟你吵，脾气怎么坏，好歹为你10月怀胎。一个孩子不管你多么不想他的到来，但他依然活生生的躺在你的身边。就这么3个鲜活的生命，不能引起你一点点的责任感吗？我大概是完全赞成徐伟的说法，这男人需要长足的考验，先带着孩子离开。在生命当中3个女人如果走了2个，他会有什么改变？如果他还不改变，等剩下的那个老的女人也走了，就他孤孤零零一个人，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吧。如果那个时候他会学会来找你，可以扛起家庭的责任，那个时候你自己再做决定，不要等身边的人走得一干二净了，那个时候再回头就完了。就这样，学会自重和尊重自己，男生和女生都一样。我特别好奇哈，你是不是打心里就没想要过那个孩子？但是你为什么让他出生？其实你打心里就没想跟这个女人在一起。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就没有勇气跟他说，其实我压根儿就不想跟你过？为什么你不敢？当时因为我自己也是30多岁的人嘛，我家里面他也跟我说，
要我早点找个结婚的。当时我跟他认识时间不是特别长，所以我又跟我们两个老是吵架，所以就拖着了。其实今天的焦点不在于你们有没有结婚，结了婚又如何，把日子过成这样，你爱过他吗？这个男人有什么值得你爱的？你告诉一下我们。你们认识2、3个月你就怀孕了，从怀孕开始他就不断的有暧昧，跟你的闺蜜有暧昧，甚至压根儿就不照顾你，连孕检都没陪你去过一次，在你孕期的时候那样对你，你爱他什么？说不清楚，真的。说不清楚，就是急着想把自己嫁出去吧，仅此而已吧。所以我倒觉得今天你们更多的不是考虑复不复合，是怎么有责任的、负起责任的面对你们各自未来的生活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听了这么多，我真的可能，我想我还是真的错了。我们太冲动了，最受伤的是我孩子，我只想以后跟孩子在一起。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会承担。是以前呢，我确实是做错了，好多事情也做错了。我只想让小孩以后就是长大了，在经济上啊，我能够多给的我就多给。早说呀，不就为这个目的吗？何必遮遮掩掩把事做得这么绝呢？你说这孩子我不想让你带走吗？我付抚养费吗？不就这话吗？是这意思吧？来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复合，但是听这么多嘉宾老师说的这种话，我感觉我自己确实做得不够好，变成了因为你们说我不好，所以我要改正，你们给他一个台阶儿。就世界上能找到你这么聪明的人也真是不容易啊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大概还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。A. 求助现场观众， B. 求助神秘的声音， C. 求助爱情的导师。你会求助谁呢？ B 吧。他求助的是神秘的声音，来听一下这个声音到底会告诉他一些什么。他和我儿子自然开始，总是和我儿子吵架。后来我想去照顾他，他也和我吵架。但是我的儿子，他当时也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，他也有错，你也太任性了，说走就走，孩子都不顾了，就回娘家去了。现在都是我在家带孩子，我希望你早些回来，孩子必定还是要妈妈的。哎，听到了啊，你们俩交换箱子吧。请回吧，请关门。哎呀，你这很久录节目没录到，就是我觉得这也算极致啊。你说如果曾经爱过，因为什么事情，我们也可以理解，就压根儿不爱就这样，而且是2个不负责任的撞到了一起。我其实更担心那个孩子。来吧，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吧，2位过来吧，我听听是怎么幡然悔悟的。我特好奇啊，您为什么出来了？2个不负责任的人想做一次负责任的事。刚才我确实下去之前我是想一走了之的，但是刚才打开箱子的时候，看见那种箱子里面东西，我心里确实是什么呀？嘀咕了一下吧，就是他对我的忏悔，对以后我跟孩子做出了保证。真的啊？但是我出来也不是说马上跟他在一起，我也是想先带着孩子吧，在娘家住一段时间，看看他的表现吧。啊，终于不糊涂了，你想怎么负责任？你告诉我。
做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担当，照顾孩子，照顾爸妈，照顾老婆。好吧，大家给一些掌声，祝孩子幸福。啊，来，送孩子一份礼物啊！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500元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。接下来我们就请你们俩来转这个幸运的转盘，你们说开始，你们说停。开始，停。 1500啊，转的也挺高的，站中间去吧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其实你们想想，你们的孩子几年以后不就这么可爱吗？为什么？哎。来吧，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俩自己的浪漫时刻吧。老婆，之前我对你确实不够好，但是我会慢慢改，做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担当，把孩子照顾好，把爸妈照顾好，把你照顾好，嫁给我吧。双腿跪下，双腿跪。嫁给我吧，老婆。等我觉得你已经做到的时候，我自然会戴上的。我现在还不能戴。好，起来吧，亮灯吧。啊，兄弟，今天让我们见证了一个奇迹啊！未来能让你的女儿见证奇迹吗？可以。真的吗？可以。啊，先好好带着孩子看表现，姑娘啊。嗯。行了，你们俩从这儿走吧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谢谢。